周六，丹东法院闭门审理了被控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加拿大人迈克尔·斯帕福案。另外一名被控参与间谍活动的加拿大人康明凯将在下周一在北京出庭。加拿大外交人员对不能参加庭审表示不满。中国外交部对此回应，由于案件涉及国家机密，因此不会安排旁听人员。被控在中国境内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加拿大人迈克尔·斯帕福，周六在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审理持续大约2个小时。法庭并未当庭作出裁决。法院方面此前公示，因案件涉及国家秘密，因此依法作出不公开审判的决定。另一名涉嫌间谍犯罪的加拿大人康明凯将于下周一在北京出庭。斯帕福和康明凯两人于去年6月被正式起诉。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斯帕福是一家文化交流公司的负责人，业务包括推广前往朝鲜的旅游和投资，而康明凯则是国际危机组织的东北亚高级顾问，也是一名前加拿大外交官。两人都于2018年底因涉嫌间谍犯罪被捕。由于两人的英文名字当中都有迈克尔，因此外界也将其称为2个迈克尔案。西方一直企图借2个迈克尔案干涉中方的司法独立，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时，西方政客和舆论多次无理要求中方放人。当中方开始审判他们时，西方政客又称中国的司法程序不透明。事实上，间谍罪在全球各国秘密审理是惯例。周五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再次作出澄清。鉴于该案件涉及中国国家秘密，所以不允许任何人旁听，也不会公开审理。关于你所提到的领事探视的问题，在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关切的前提下，中方主管部门将继续根据疫情形势，依法处理有关加拿大公民的领事探视问题。因为这个在全球的惯例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封闭式的审判。因为涉及到国家安全，加拿大炒作呢其实就是无理取闹啊，他其实就是没事找事。因为这个最近也是孟晚舟出庭的时间啊，所以说他这个在这个期间呢，其实也是对华施加压力啊，并且呢，他也借此呢像美国呀向其他国家进行游说啊，争取这个尤其是美国对他的支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五在记者会上将2个迈克尔的犯罪行为狡辩成中方试图破坏与西方的关系，加方还一直要求美方对华施压，要求中方放人。此前特鲁多多次求助特朗普，在拜登上台后，特鲁多又在和拜登的通话中要求拜登在与中国领导人通话时谈及此事，甚至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在阿拉斯加举行之前，加方还在要求将2个迈克尔案作为中美对话的议题之一。然而美方显然都是已读不回。加拿大的议题或者加拿大的2个特务的问题根本就不会上到美国的议事日程范围内。如果有那么一天啊，那也是美国拿加拿大继续当枪使啊，但是它不会反过来成为加拿大的枪。美国现在这个在跟中国进行对话啊，这个已经结束了啊，就是说被中国反将一军啊，这个弄得他也灰头土脸。他就更没有心思去提这个事情了。值得注意的是，周四，美国驻加拿大临时代办布鲁克发表声明，对中国依法处理加公民康明凯·斯帕福案妄加评论。中国驻加使馆周日对此强调，康明凯·斯帕福因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罪被依法逮捕和起诉。中国司法机关严格依法独立办案，充分保障2人包括领事、探视在内各项合法权利。中国司法主权不容干涉。